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惩罚者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上半期录制了前4关的流程，下半期是第5和第6关。后面2关的流程比较长。第5关的关卡名字叫做“金并的愤怒”。本关的主要场景不是反派金并的地盘。刚刚关卡的一开始，那个房间是惩罚者的基地，因为惩罚者在第3关摧毁了金并位于码头的仓库，第4关又炸毁了金并的移动制药厂，这样金并就怒了呀，派了大量的手下来袭击惩罚者。像这种剧情，小的时候根本就不了解，都是瞎玩。本作发售于1993年。1993年的时候，我刚刚上初中，满屏的英语根本就看不懂啊。关键我那个年代小学的时候是不学英语的，我上小学是88年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接触过英语，到初中才开始学字母，而且93年刚上初中，一起玩的小伙伴也看不懂游戏里边的各种台词。所以那个时候对游戏的各种背景故事设定等等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互联网非常方便，各种信息也非常容易查找，所以这些游戏资料找到的就尽量给大家介绍。这个场景又出现了机器人，有机器人的地方就可以掏枪。这里如果大家自己玩的话，我建议把连发开得快一点，因为这个枪速以大家现在的手速可能是无法完全发挥它的威力了。当年的街机游戏都没有连发，所以很多角色或者是玩法就会受到限制。你比如说玩街机平台的《三国志2》，没有连发的话，黄忠就无法发挥它的最大威力。像刚才的枪战场景，你也无法做到最大的输出。不过很多的游戏会规避这个问题，比如说一些飞行射击游戏，你只要按住单发的不松手，它就是在连射。这种设定就非常照顾玩家。这个布丁我给带过来了，应该是布丁吧？小的时候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，不应该说看不清，是根本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布丁。93年我甚至还没有见过可乐呀，不对，应该是没有喝过。到了95年之后，厂区附近的一些食杂店才开始有可乐卖，而且平时你是别想喝到的，你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里可能才给你买一箱，大概能从腊月23每天1罐喝到正月15左右，这个时候大概也就开学了。小的时候生活虽然条件艰苦一点，但是感觉很快乐，很多快乐都是这些游戏带来的。
那个时候所有的小伙伴玩的游戏都差不多呀，你可以和任何一个年龄接近的孩子一起讨论这些游戏。我现在打的这个场景我是做了笔记，因为刷新什么敌人出什么东西我是不大熟悉的，大家心里也应该有数。小的时候最后2关由于红人 bug 的存在，一般摇着就过去了，很少你自己来打。这里的 BOSS 是警卫机器人2代，是第2关 BOSS 的加强版。首先颜色就不一样，这个家伙是红色的，而且它的动作频率比第2关的初代也要更高一点。第2关打 BOSS 的时候是单挑，但是这里你就要面对一些杂兵。这个杂兵是双刃剑嘛，首先它就是让场面更加混乱，但是呢出机器人的时候你还可以开枪，开枪打这个 BOSS 还是有一定的便利性的，毕竟你可以离得很远来打它。昨天也介绍了，警卫机器人原本是毁灭博士制造出来用来看守宫殿的，被金兵给偷来。看起来金兵偷来之后不止做了1次改造，竟然还有改良版的型号。第6关的关卡名称叫做最终惩罚。上一关金兵偷了惩罚者的老家，本关惩罚者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这个地方扔手雷的小兵可以打出雷，多了一个，先扔掉然后再去捡。这个场景再往前坚持一小段，咱们就有红人可以摇了呀。所以最后一关的后半段流程我也不大熟悉，相信很多当年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都差不多。这种玩法应该是做到了全国统一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？首先就是有一些良性的 bug， 一旦大家了解了之后就都会来利用。第二就是早年的一些街机游戏过于硬核，游戏的容错率非常低，你只有使用特殊的玩法才能保证通关，这也导致了大家的玩法都差不多，而且你在街机厅看别人玩了1次也就学会了，甚至都不用到街机厅去啊，大家交流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常玩的游戏别人肯定也常玩，不像现在啊，游戏非常多元化，像我儿子他玩的东西和同学就不大一样，他现在正在上初中嘛，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一般都是吃鸡、荣耀。我儿子有一个平板，但是他很少用，平时也就写作业的时候查一查单词，或者呢是他们同学有一个微信群，在里边发点没营养的表情。平时他根本就不碰那个平板，因为他有一台自己的电脑，配置还可以，所以他常玩一些电脑游戏，自己也有一个 Steam 的账号。他常玩的就是星露谷、怪物猎人、
我的世界、空洞骑士这套东西。哦，对，还有原神，在电脑上开模拟器玩，这个和别人的玩的方式又不大一样。所以将来人家长大了，怀起旧来，玩的东西和咱们差的太多了。可能再过10年左右，咱们80后这代老了，这些红白机游戏、世界 MD 的游戏、超人的游戏、街机的游戏，可能就真的没人玩了呀。属于咱们的游戏时代也就彻底过去了。大家看我视频也应该知道，绝大部分的游戏我都是在单打。单打和2个人合作真的是2个东西，氛围就不一样。但是现在你想找到和你一起玩这些怀旧游戏的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关键是志同道合，有相同的兴趣，还有空闲时间的，这个就很难。我平时看留言的时候，发现很多小伙伴会说，已经玩不动了呀，只能云通关。这个方面我现在还可以。前一段时间我是通关了女神异闻录黄金版，还有真女神转生 4F。最近在玩世界树迷宫的重置版。世界树迷宫如果通关了之后，打算玩破晓传说，还有锁链回声，还有英雄传说离之轨迹系列，现在是2部，所以我的游戏档期安排的还挺满。这是我自己平时玩的。其实玩这个游戏对咱们现在30多岁、40多岁的人来说，还是有很多好处的。它能够帮助你保持一个相对年轻的心态，并且呢，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，你实际上需要做出大量的瞬间的决定。如果你玩的是 SRPG 或者是 JRPG， 你在回合制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做出大量的思考，这对你思维的活跃能力的保持是有很大作用的。这里已经打到最终 BOSS 了，金币。这个家伙也是漫威宇宙里一个知名的反派了。不只是和惩罚者打架呀，和蜘蛛侠也是宿敌。世嘉 MD 平台的移植版，打它的话可以利用 bug， 抓住之后用脚踢3下，然后在空中再抓下来，再踢3下，循环往复就可以过关。我才想起来这招啊，就是把人抓起来之后抡。这招是需要掉血的。又有枪了，最终还是抓住我了。这一下好疼啊，1/3的血。我的最后一发手雷把金并带走了。这样的话，局长会出现。他埋好了炸药，把这个楼给炸掉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惩罚者》，咱们俗称快打旋风4或者快打旋风3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